check it out，OK，、因为现在电子圈的大环境呢不是太好，所以很多艺人呢都纷纷寻找第二个副业，所以我现在准备看一家还不错的那个火锅店，培养我自己所有打工的技能，所以我现在要来应征火锅店的打工仔，来。 要 check it out， 所以我现在要培养我自己的事业第二春，就是当一个快乐的打工仔。尤其现在是时薪制，时薪制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利。我今天想做8个小时，我就做8个小时；我想做2个小时，就做2个小时；想做半小时，就做半小时。好了没有啊？好了，嘿，不好意思，你今天是来打工仔？对，做餐饮业最重要的就是守时。是。 你们迟到那么久是怎样？是怎样啊？是怎样啊？对不起，富山甘参，这可以，这可以。我想说，今天老板，我特别带了富山的特产，对，富山甘食。富代表富有、富贵，富贵；事代表事事如意，事事如意。祝你大富大贵，事事如意。太好了，来，恭喜 OK， 老板把这个柿子拿走。恭喜！对，老板，我不是老板，我也是打工仔。你也是打工仔，打工仔这么大声干什么？我跟你讲，我今天会来这边当打工仔，完完全全是因为我在帮自己铺后路。因为我知道有时候节目，我懂意思，就节目一个接着一个的停 ，OK。你不要说一个接着一个，就是这一个，停了哦！突然之间，那时候我就灵机一动，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帮自己买个保险，一定要开个餐厅。想说如果节目停了，没有错，我就在那边打工。没有错，什么时候打工就改天，就改天，一天8小时或3小时，今天还可以，今天就改天，嘿，披萨改天，披萨，嘿，改天，披萨，欢迎老板 Josh。来，中间请。凯哥，这是我的好朋友 Josh。Josh，我好喜欢当火锅店的打工仔，我求你一定要录用我，好不好？没有问题。好，谢谢。先看一下你今天的表现。好，谢谢。我要直接来这边打工，可以吧？可以，你的卖相基本上就 OK 了。卖相 OK， OK。有没有？我们这样还要经过考核。你是注重能力派，我是注重外表派的。你这样外表 OK， 于大哥，你真的是蛮帅的。路边一棵榕树下。你不要再 Q 我这个。今天首先因为你们是第一天来报道，是，那我还是要照一个正常新人的流程来带你。首先外场我要教你的就是一些摆设准备，好，然后包括怎么样接待客人、介绍餐点这些都要会。好，对。那今天需要切肉那些都要练习。切肉吗？我可能级数还不到切肉的，切肉是不是还要再更高级的打工仔？可以让你练习一下。可以这样。可以让你练习一下。感动，真的感动，而且是5A 级的雪花牛，和牛，真 A，而且这么大一块哦，经过它精挑细选以后，那个油花剔的变这样。哦，这是我们店的坚持，所以我才会选这家店来打工。谢谢，我们一起努力。要不然我就去披萨店了。披萨吃起来像个饼。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来学一个真正火锅店打工仔的所有的流程。没有错，开始。好，现在我们到了这个一个餐厅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厨房。没错，厨房不仅是心脏，也是一个秘密基地。所有的机密都在这个里面。那小台跟小弟好，是。现在在我们这个厨房，一个汤头，它算是一个火锅店最重要的一个心脏。因为我们这个野人火锅，我们当然要符合我们店名。所谓野人就是没有任何添加物，全部东西都是天然的。这锅汤呢，正常要熬煮在4到5个小时。我们里面的内容物来看一下。哦，2个米袋，2个麻布袋，对，2个麻布袋装4碗。喂，乱讲，卖我没够。这里面什么？大骨、昆布、柴鱼、小鱼干、洋葱，然后还有一些秘方。最重要的是我们调味，我们没有加任何的什么烹大师、柴鱼味素，我们就只是单纯加盐去调味。对，希望大家要学习熬汤这个事情，人家真的是一点一滴的熬出来。希望我们台湾人在做熬汤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掏假包，真的好好认真的一点一点的熬。对，其实这也是我很坚持，不对，是我老板很对，坚持下去的一个部分。下去，老板。因为我们希望说这些东西都能够天然吃到客人的嘴巴里面的时候，是完全吃完之后清爽，不会说口渴。大家要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个东西，要不然凭什么叫美食天堂？是不是？好不好？好。他妈乱用什么乱地沟油，什么乱七八糟的，弄什么才艺粉那种，滚！那我可以学熬汤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那小白，我跟你讲，这个餐饮也不是那么好混。是，像我们这个汤呢，因为我们正式营业时段有从中午就开始。不是。那相比的我们的汤呢，一定要前一天晚上先熬好。那我们前一天晚上，我们最后营业时间是凌晨4点。那我们大概早上8点，4点就来熬汤。4点。对，没有错。我今天4点也有熬汤。对，这样早上要来用餐的客人才会有汤可以喝啊。对，老板，那我就负责备料的部分，那我就可以就监督一下小台。好，那他反正就是4点来熬汤，然后我4点就9点多再来看。所以他来打工，他是监督。没有，我监督互相搭配的角色。你就是他监督我，监督这锅汤，我监督这锅汤，我监督你。哎，好，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也要知道，就是厨房大概是这样嘛？我们明天会来熬汤，那怎么摆盘这些的技巧是不是也要训练一下？好，来，那我带你们好 ，OK。菜盘就马上要弄菜盘哦。对啊，好。所以一个火锅店呢，其实这个配料都很重要的。对，现在要请老板驾训，教我们这2位工读生怎么样子来做那个配料的摆菜盘。那首先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东西是我们在事先就已经先切好一个固定的大小，我们就是把菜盘摆出来，然后把菜盘里面的料一个一个摆进去，我们都有一定的一个摆法。哦，是。我们除了要好吃之外，也要美观。第一个我们会先摆高丽菜，高丽菜要几片高丽菜适量？4两的，先摆高丽菜。叶子，先摆高丽菜 ，OK。要给它有一个基本的厚度。高丽菜摆完了之后，再来盖上高丽菜的盖子，这样比较漂亮。对。这样你会吗？好，这边对，每一个都要放一个，对，放一个，像蟹肉棒、芋头、白萝卜、玉米、南瓜这些的，先适量。先叶子。如果放太多，是不是也会消耗我们自己店内的成本？对，我们做餐饮也很重要一个是不能占客人便宜，但我们也不能被客人占便宜。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说，那个妹我们觉得还蛮正的，就故意菜盘给她超丰盛的？没有问题啊。哎呦，其实有点像盖假发的感觉是一样的。那我们先放一下米雪糕，米雪糕这里跟秋葵。大概打工仔，你听那个老板讲好不好？总共是几样啊？没有乱猜，我都弄得很漂亮。我跟你讲，我真的超好看，你自己看，我们快摆好嘞。你都摆错，你台哥这个给你摆，我们摆得很漂亮。这样子总共有几种材料啊？大概有15、16种。哇，好多哦！番茄蓝给你。我每一个都不会落摆这个的真的很辛苦而且都每次都要把它弄漂亮。这是我弄的，不要这是纹的在上面啊，是吗？好，所以这个是完整的了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范本，对，摆设的方式就是像这样。你看我这摆设也不错，你看，你也可以啊，你也对啊，我也算还 OK。是哦。菜盘我们最后还要摆上我们最后的寻味棒。寻味棒，寻味棒是生食等级的。哦，对。那这个直接吃不需要。这个灵魂就交给台哥去摆好了。画龙点睛。所以这个寻味棒要把它这边摆在画龙点睛，也是一个。然后呢，你就在眼睛把它摆上去，然后就再把它拿起来，交换。真的是可以绅士的。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真的是绅士的，好好吃哦，好好吃的。直接吃反而好吃对，所以我们在厨房在做这件事情真的要小心，就是要把它寻味棒都要把它摆好，最后要加入一个寻味棒。如果真的我们以后来打工了，然后你的工读生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这是客人要吃的寻味棒，我们现在在备料之前，上班要有一个应该有的态度，不可以边上班边吃东西。这么温驯，怎么可能那么温驯啊？那这老板还不错，还不错。那如果再一次，他就再犯，再一次，那我就再严厉一点。他会怎样？会这样？上次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这个东西是给客人吃的，不要在上班时间备
一下，直接吃这个。哦，有稍微严一点。那如果他连二拉舞台，他这样来看，哎，阿伯今晚当不要弄。对，因为就这样了。那这样的话怎么办？那我会更生气。好，或者拜托一下，真的不要在上班时间再吃这个东西。啊，好啦好啦。现在老板真的不好当嘞。放心，以后真的不会这样子啊。现在员工不好找，用真心去对待员工。对，感化他。现在老板好差不多我吃3次就被感化。哎，这是真的，不是好好吃哦，好吃。对，这有在单点吗？这个有在哪里？这好棒！我看我，哎，我看得出来你真的很饿，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不如这一箱都带回去给家里吃吧，好不好？可以吗？这店还是等一下办一办手续，都过给你，可以吗？可以吗？好不好？好啊！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摆盘已经完成了。没错。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这个店里面汤是灵魂，它最厉害的肉体要出现。对嘛？灵魂加肉体，这个店好不好，成不成功，完全就是要看肉。对，老板，我们现在可以接触到肉吗？可以的。好，好，去看。好，那现在我们在这一区就是我们的肉的熟成冰箱。那做火锅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肉。对，肉是最重要的。那像我们店里面，我们用的肉的等级都是最高级的。A 级。对。可是我在看这个感觉上，也没有那个霜的感觉，可能是不是就是不是冷冻的吧？没错，因为我们店里面主打的就是冷藏很熟成的肉，所以我们的肉来就不会经过冷冻，我们全部都是全程都是冷藏保存的，在客人食用上，它的口感就会比较多汁，也会比较软嫩。再带你们进来看一下。好哎，哇塞，好特别哦。这还可以这样，哇，这怎么进去哎？那像我们每天来要准备的呢，也就是要先把肉拿出来，先修油、去筋，对，然后之后呢，我们再把它用保鲜膜封成好，等到上班时间的时候再上切肉机拿出来切。我等一下进去我带你，跟我们的切肉师傅让他示范给你看。切肉还有专门切肉师？有，这不是随便的随切，不开玩笑的。要逆纹切，多切一块，店里就少赚你一点钱。少切了一点，客人吃起来就口感就不对。哇塞，这好，这好专业，这拿捏的很准呢。我想问一下，要怎样才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专业的切肉师？大概这个需要经过不停的考核，大概需要经过7期49天刀工的测验。不要在那边讲什么有的没有的笑话，真的，还有没有在跟我在一起太久了。那我带你进去看一下怎么修这个肉。好，这很重要，这看一下。修肉师，修肉，我只有看过修眉毛的师傅，我想看修肉的师傅，还有修指甲，还有修脚。对，好，现在牛已经上场了，我们现在马上呢，请到的是我们的切牛的师傅郭师傅，要来示范切这一块牛肉了。开始，来切。好，开始的时候先切包装纸啊，要切上就对了。把上面的那个血丝拉开，擦一下。哎，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在修肉。对。天哪，哎，这整个就不要了。油花也太多了吧？这只牛是不是它是稍微吃的多了一点，体脂肪多了些，它有没有在运动？像这样老板可能就已经流泪，就是问说这个油啊，对，可不可以给他？我觉得陈百强他会把这些油花，再把中间的肉再挑出来。对，中间肉挑出来以后，他会拿去炒肉，肉，然后那个油再去提炼牛油。哇，然后牛油再提炼出来，它就变成有一碗牛油蛋炒饭。对，肉丝的，然后就再去做那个什么跟温妮的那个什么微波炉女神。对，以后你们这些废材啊，对，全部都给陈百强，因为陈百强就是吃这些废材，对，所以才长到这么大。他真的要一点一点全部剔掉哎，而且他很仔细的再把那个油花的部分啊，油的部分剔掉。哎，通常这样子修完一块牛要花多少时间？要，其实Josh自己也会撩啊。自己也会聊，对，但是他撩的没有郭师傅好。啊，你这样还要把它剔掉？你哦，挑筋哦，把它挑筋。哇塞！我就觉得牛它能不能把油长在一边，
就是肉让大家好好的就是弄嘛，对不对？你干嘛给大家添麻烦？这需要几斤啊？大概花大概35%，对不对？哎，损耗35%。哎，你看对一家店的成本是多么的吃，这就好像我们的房子是一样的，它的那个公设比现在都35%，它以后公设要不要弄48%？买了一个房子100平，结果公设60几趴，对你只住在40几平，那你拿那么多钱是要干什么？对，然后一瓶还要卖我们200万，是吗？一平200万，台我哥是说台北的。哇，哎，你们装穷我是说台北的那个房价，我是住在哪里？我住在云里，怎么不一样？对不对？上几期哦。哇，那很长肉，就没办法像冷冻那么。然后比较软。哦，对，这是冷藏的，因为冷冻切起来就咔哧咔哧咔哧。就而且会卷成一圈。对。冷冻肉比较有办法切出来漂亮亮、公公正正，但冷藏肉就是重口感。就这样，这样就是一份。还不到，还不到一份。哇，哎，可以耶，台哥。台哥小心哦。哇，我看好恐怖，台哥好了啦，我看你切好恐怖。哎，也是。哎 ，OK。哎，其实你切的并不差哎。哎，我连切都不会，我还是打什么工嘛？我觉得它每个细节都还是蛮讲究的，不是随便在那边弄。每一个行业真的都有每一个行业的一些辛苦跟一些小细节哈。对。哎，我们平常就拿来就吃了。谁会管那么多啊？怎么会知道这些东西啊？对，还在那边嫌人家说啊，怎样，然后还嫌什么油花？哎，你们油花已经去了快35%了，真的。就好像我们现在买一个房子，35%买楼梯啊，是谁要给我买绳子直接回家，可以吗？我不要坐楼梯，不要坐电梯，不坐电梯。对。那你可不可以把那坪数还给我？哎，这个我要真的要请问一下，像比方说你切的这个厚薄度啊，对，我觉得感觉上吃起来口感一定不错。对，那但是像以这个牛肉来讲的话，它大概要算几秒，它的口感像我们现在这个肉，因为它又是冷藏的，对，那厚度如果是像刚刚我们掌握的那个厚度啊，其实算下去大概5到7秒就可以了。5到7秒，这个东西就不要吃全熟，好东西就不要吃全熟。5到7秒就可以很好吃，5到7秒就可以。嗨。哎，小台，那个客人有点一盘肉，你帮我切一盘肉。嗨，哎是，嘿，哎是，嘿，嘿，yes， 嘿，才是。小台，嘿，那盘肉怎么还没好？你手脚怎么那么慢啊？啊嗨，嘿，没问题，嗨，嘿，啊嘿，1、2、3、4、5、6、7，嘿。你在吃吗你？不用这样子。你如果真的要吃，我们真的外面可以帮你弄，你不用自己制造梦境。为什么会用当头棒喝？一定要认真，我一定要把你敲醒。我想5到7秒是很熟，你先等一下。你先自己吃，看这是梦境开的。哎，好饼哦，你在哪？哦，你要来我店哦？你先过来好了啦。好 ，OK， 好，拜。黄好品，我们的仇应该就在今天应该结一结了，好不好？上次你说我的肉还好，现在我直接把你邀来我的店，好好的跟台哥处理你啊。哎，好品，不是因为我要录一个形象啊，因为你之前不是那个 FB 有那个日本好处 B， 你不是常去日本玩？对啊。我想说我有一个牛肉，
就想要找你就是推荐一下，你就帮我用你的就是平常读书的那种口才，帮我写一篇业配的意思啦。我这一篇写的还不错，然后这个牛的牛花也 OK 什么的，然后就干脆取叫豪平牛这样，很屌。等一下你就是帮我录一个这样的东西。嘿，不好意思，哎，送菜。对啊。哎，要点什么这样想啊？哎，是 OK， 反正就是你就只要是吃到什么，你就直接帮我真心推荐一下。那好吃不好吃都讲，因为我们就只要是还是要真实的情绪。不好意思，对，对啊。那反正等一下菜来就先吃菜，然后吃完菜，吃完我们就准备上肉。只有我看到那个是，对，我们是进来的工读生，然后你只要把肉吃下去的口感告诉大家。不好意思啊，哎，就是这桌没错。等一下，你不是那个，等一下。还要跟你报告一下，上次就是豪平跟一些朋友来这边吃饭，然后还有杰林，然后吃，大家都感觉那面带笑容很开心的离开之后，就不知道哪里传来的风声，豪平在外面说我们店的牛肉还好，哪有不可能？我跟你讲，这边都没有人看到。对啊，吃一个满嘴油之后离开，然后擦嘴之后说肉还好。重点是杰林那1000块呢？我还没还，还没还嘛？杰林就是叫我们2个来讨债。对，杰林那天算是比较有义气，说直接挑1000块，我要付这一摊的钱。我说不用，但他还是说付完他就赶快跑走了。对，然后豪平就把那1000块收到他的口袋里面。后来你就一直避不见面。后来就是有通道，我先问有没有写杰林。这个风声我还是直接从内部听到的消息，我们麦卡贝的核心人物传出来，陈百强说的。对，他说你说我们的肉难吃，我有跟你讲这种话，这要澄清一下。你现在马上给我捉到我了啦！那个时候我们是拍一个外景，是凌晨卡跟一日卡车司机这样。然后那天就适逢我们到一群人去第2店吃完饭，然后我就很好奇，我就刚好跟杰林聊到，我说我看你们的照片好像去吃，然后我问杰林说其实东西很不错，然后就说东西很不错，很高级。后来我们去露营，然后我就跟店聊到这件事，店说那大家评价怎么样？其实他们都说还不错，可以吗？他们说还不错，他说是用什么态度讲的？应该就是说很不错。不要这样子的，好气大家会生气。不是因为你的态度是还不错，可是台哥是太好吃了，真的太好吃。对，我是我浮夸，哎，你看，你是浮夸，这个还需要浮夸吗？我今天都已经要来这边打工了，老板都说好，愿意录用我。好吃到来打工，好吃到来打工，你今天就可以算个2块肉直接吃。真的今天不好意思，虽然是豪平背了黑锅，没有黑锅，他并没有说不好吃，所以我觉得豪平今天的消费我请他。真的假的？豪平就算我的诚意，但我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今天一定要拿到杰林的钱我才能走，所以我可以方便你先把那个杰林的钱先拿出来。我看一下，1000呢，60上有美金，多少块钱？你要不要？快点，你是没1000块哦。来我看一下。1000，他给你1000。下啦，没有那么多啦。有他给你1000。他那个大明星出来带600块。你的皮夹里面都100了，等一下，0.0.0。你出门这样带个这样的包包，你还说你不是 gay？ 不是，这就你绝对就是了。你在那个10块，不是60。你在干嘛啊？因为我没有想到今天要拿这个钱，我刚带那么多，所以等一下你就带这点钱，你就来 Kid 的店里面吃饭。你根本就是想来吃免费的啊！然后等一下，然后你还揪了3株他们那些鸟人过来吃，揪了8个人。不是，Kid 这边的东西平价又好吃，对，只要是800-900块就可以吃很爽。问题是他没有800-900块啊，不是我要请他们吃饭。你这边改成庙啊，就大家都来收留一些就来吃拜拜，差不多的艺人。这边995，还有1块钱啊。所以这边是你要还钱1000啊，1000，对。然后我请你吃你今天的东西。对，还有上次我本来答应说要帮杰林买一个
我没买，这个就当做是给他买的唱片。对，然后他一张400块，所以对，然后他一张是，然后我就买2张嘛。是，然后那因为200刚好我停车，收回去所。以豪平今天的火锅钱我已经付，我已经付然后了，都清了，都清了。你的钱拿了，海哥也买了今天的唱片。对对， ，OK，那我们先回去了。你看你在那打多久？自己去跟驾驶讲。我先走，不好意思。空了，我现在已经空了。哎，不是。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驾许老板，让我体会到这个要开一间火锅店没有那么容易，从备料啊、切肉啊、服务客人啊，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餐饮业辛苦不简单，真的不简单，今天还失忆吧？我觉得还不错。我想问一下，今天我这个表现大概可以拿几分？请打分。扣除吃肉吃shum味吧，大概有80分。早知道我就再多吃一点，所以让我体会以后呢，我希望有机会看是不是能够在这个野人火锅差一餐，这边有擦茶叶、擦咖啡的，还有擦香的，太多汁了，连香都擦不下去了。所以今天真的非常感谢这样。不要再给管，好不好？拿一本这个叫什么？对啊，正常男人都会有这样的需求。要干什么？不要看它里面。里面什么行事历什么都没有，没有啊然后故意弄成这个，明明就是 gay， 然后弄成这个。没有，小心！哎，怎么会这边有东西？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等下就会有一桶水整个过来。我们节目很好，很好玩。怎么回事？一日之主。豪斌，这家肉到底怎么样？好吃，真的，对不对？真的。如果不好吃，我不会推荐给他们一起来吃。不可能啦！所以今天等一下会有你请了几个人？我没有请，我带。带。我带。那谁？